Hello，大家好。今年呢是蛇年，在中国有很多关于蛇的成语。那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我就为大家准备了5个非常常用的跟蛇有关的成语和小故事。当然，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例句，帮助大家学习如何使用它们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呢是针对那些已经有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的，我会定期给大家准备一些中级水平的听力材料。每一个视频呢都会有词汇列表和文本，你们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。在我的 Patreon 上也为大家准备了其他的中文听力材料和阅读材料。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 Patreon， 非常感谢。今天想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成语呢是画蛇添足。其实看到这4个字，可能你们已经猜出了它的意思。添就是添加，足就是脚的意思。那蛇本来是没有脚的，你在画蛇的时候却加了脚，表示你做了多余的事情，多此一举，反而破坏了原来的效果。这个故事呢，其实是来自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。有几个人得到了1壶酒，但是呢，酒不够每个人喝，所以他们就决定比赛画蛇，看谁画得最快就有酒喝。那其中有一个人呢，很快就把蛇画好了，他看到其他人都没有画完，于是呢就想炫耀一下，在他的蛇上面加了几个角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另外一个人画完了，那个人拿起酒壶对他说：“蛇本来是没有脚的，你画的不是蛇。”说完就把那壶酒给喝完了。那个画蛇添足的人非常的懊悔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画蛇添足这个成语你可以这么用：这份报告本来已经很详尽了，你再修改反而画蛇添足了。设计师已经做出了很完美的方案，不要再加那些不必要的装饰，别画蛇添足。第二个成语，虎头蛇尾。虎头蛇尾这个成语从字面上看呢，就是老虎的头，蛇的尾巴。老虎的头很大，蛇的尾巴很细，所以我们用虎头蛇尾这个成语来比喻有些人做一件事情，开头呢声势很大，最后却不了了之。比如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，他想要减肥，为了夏天可以穿漂亮的裙子。他说他决定每天早上起床跑步，这样的话坚持2-3个月一定会有效果。那第1、第2天的时候，他信心满满，每天出门跑步5公里。然后第3天的时候呢，他觉得太累了，所以他只跑了一半就回家了。到了第4天，他只跑了一小段就回家了。那第5天，他干脆不出门跑步了。我就问他，你不是要减肥，说每天要跑步吗？他不好意思地跟我说，他觉得太累了，坚持不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可要坚持啊，做事情不能虎头蛇尾。下面让我们再来看另外2个虎头蛇尾的例子。我们要坚持到底，绝不能虎头蛇尾。他学钢琴总是虎头蛇尾，练了1个星期就放弃了。第3个成语，杯弓蛇影。杯弓蛇影的字面意思呢，就是在酒杯里看到弓的倒影，以为是蛇。从前有一个人叫张生，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喝酒。那个时候呢，桌子上放着酒杯，酒杯里装满了酒，张生正在喝酒。
突然他看到杯子里有一个黑影，像是蛇的影子，他吓得跳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：快看，酒杯里有蛇！大家都很惊慌，赶紧检查酒杯，但是呢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蛇。然后有一个人就提醒张生，其实你看到的是墙上挂着的弓的影子，根本不是蛇。张生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自己吓自己，误把弓的影子当成了蛇。后来呢，我们就用杯弓蛇影来比喻人疑神疑鬼，把本来没有的事情当作是真的，自己吓自己。我们来看2个例句。他看到别人不说话，就觉得别人不喜欢自己，真是杯弓蛇影。别杯弓蛇影，公司并没有裁员的计划。第4个词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这其实呢不是一个成语，而是一个俗语。从前在森林里有一条非常巨大的蛇，它的胃口特别的大，总是吃很多食物。有一天，它遇到了一头大象。这条蛇心里想，如果我可以把这头大象吞下去，我就会成为森林里最强的动物了。于是他鼓起勇气咬住了大象的腿，然后呢，他慢慢地张开嘴巴，想要把整个大象吞下去。但是大象实在是太大了，蛇的身体根本装不下。这条蛇勉强吞到一半，就被撑得没有办法动了。森林里的动物看到这一幕，都感叹道：人如果像这条蛇一样太贪心，不懂得满足，最后只会害了自己。蛇虽然小，但是呢，它却妄想吞下一头巨大的大象。那我们就用这样一个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来比喻人太贪心，不懂得知足，最后呢反而害了自己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俗语的用法。他明明已经赚了很多钱，却还想用不正当的手段牟利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欲望太大，反而容易失败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讲到这里呢，发现跟蛇有关的成语表达的都不是那么好的意思。那今天最后一个成语呢，同样也是贬义的，叫蛇蝎心肠。蛇和蝎子呢都是非常毒的动物，那我们就用蛇蝎心肠来形容一些人，非常的狠毒，非常的残忍，对别人呢没有同情心，会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。我们来看看它怎么用在句子当中。白雪公主的继母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他的行为让人感到可怕，简直是蛇蝎心肠，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你们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